脱筋这个词到底是褒还是贬？确实有很多的是贬义的影射别人。解放的意思是说，把一个框架拿掉，可以拥有更大的自由。台风系的脱筋要说什么话？好冷。小心胖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克。我现在人在台中，朋友带我来到一个蛮适合散心舒压的地方。我发现说，在很多的社群软体上面，喜欢脱衣服的人都会称它为脱心。但你们有想过，脱筋这个词到底是褒还是贬吗？我们请了一位心理师要来跟我们一起聊今天这个主题。那在看影片之前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未来的每一支影片。我们开始吧。那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心理师张浩文，欢迎。你解什么扣子啦？我刚忙完，我们今天影片是非常的健康的，我也很健康。我在你的脸书上看到了一篇贴文，觉得你讲的非常的有道理。身体终究只是被当成公共财来看待。有一个好像很有名的 model 有说过，他就说其实公众人物或者是模特这个角色，他不太能决定他自己的样子。比如说张惠妹变胖也会被骂，他就说我是歌手，我现在不是 model， 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不太是我们能够决定的。像我摄影师可能会希望我再大只一点，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其实有点太单薄，所以想要让自己壮一点，就会有人讲说雅各你好像练太大只了，雅各你好像太壮，这样我不喜欢。所以你永远都没办法讨好所有人，你就只能讨好某一群人。对，最重要是讨好自己。对啊，就是你现在就真的非常讨好自己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这样根本观众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其实，在 Instagram 上面做了一个小小的民调，大家对于脱心这个词汇是褒还是贬 ？OK， 对我来说，脱心很多时候是贬。很多黑粉或酸民的嘴脸，他们都是天哪，他就只会脱，也不就脱形吗？我觉得什么事情冠上只有都是一个贬义。你如果要称赞一个人是厨师，你不会说你也只会煮菜，他们怎么措辞是一个问题。其实脱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试着脱脱看。回到刚刚我们说的，我觉得社会上确实有很多的是贬义的，对于身体或对于好看这件事情，大家都说它只是长得好看，长得好看其实在现代我觉得非常难，可能要借助很多的医美，可能要擦很多的保养品，还要用很多的滤镜，还要很会修图。你不要影射别人。今天除了那一篇文之外，想找江浩文是因为他之前拍过蛮多的写真集，真的是有到全裸的。那时候真的会被讲脱形吗？会啊，骂超惨。比如说什么这个人就是这样不爱惜自己的羽毛。评价我的时候，你可能评价我的衣服；没有穿的时候，你评价的其实就是我的身体。但是其实要有一定的心理的素质，你才能承受别人去讲你的身体。别人在拍写真的时候，变成的就是评价的是你的身体。这个人身材感觉肌肉不够好看，对，皮肤很差，屌也太大了吧？没有啦。既然讲完刚才那些，就要来讲讲做的那个调查，有褒有贬的想法是哪些？感觉没什么内涵，只靠肉体获得关注。但是这也没什么不好，要维持身材是很累的。哇，他就有褒有贬的，代表有付出努力在身材上，普通人还当不了。对，然后也有人讲说，觉得对他来说过头了，偶尔脱一下有新鲜感，脱久了就麻木，觉得不舒服。一来先说酒的定义是什么？脱到现在也就有8年嘛。你不是才22岁吗？18， 8年前10岁，10岁就出道了。任何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做久都会腻。过程中，我当然也有一直不断的改变，包括我的胡子，或者是后续要拍摄的风格，可能跟之前也不太一样。反过头来问观看的人，或者是提问的人，你是不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容易腻？那你在这件事情上很容易觉得腻，我觉得不意外啊。就是一个很需要新鲜感的人嘛，跟人格特质有关系。对，所以要看问这个问题的人格特质是不是就是这样。拍写真的过程中，有没有遇到刺激的、兴奋的，或者说很不舒服的？很多的拍摄里面都是野外，可是那个时候你就要冒一种风险，就是会被看见。如果真的被看见怎么办？对，会有游客，可是有人叫他就是阿尚一起来看，不会，我就很紧张穿起来。所以其实我很害怕有人。有一次的经验，我觉得最印象深刻，就是遇到了一组新人，他们就在海边拍他们的婚纱照，我就在海边拍我的裸照。我们需要展现一点点力量的感觉，鸡鸡就不会是软的，它就会是硬的。但就在那个过程就会很紧张，一方面又怕被看见，可是一方面又需要把它弄硬。
因为我看得到他们的脸，所以代表他们那个距离应该也可以看到我的老二。这应该是粉丝们都不知道的事情。不知道拍一本写真后面是有多么的辛苦，除了练身材之外，你还要遇到非常多的状况。有没有不舒服的经验？我看我是台风系拖星。什么叫台风系拖星？我每次只要敲好要拍摄，这10次应该有7、8次都会下雨啊、刮风，突然变冷。再来是我很怕虫，有一次的经验就是看地板上 ，OK 没有大便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我就坐下去，坐了之后摆拍 ，OK 脚很开，然后这样子坐着，然后表情很放松，忽然间一个瞬间我就，对，怎么了？感觉我就发现我的肛门口被蚂蚁咬，那个感觉是印象深刻，我就再也不会随意的做场地。那有没有那种真的觉得很好看的照片？这就讲到拖星们辛苦的地方，姿势摆来摆去，你就会发现怎么拍都一样。所以我最近就还去上了瑜伽课，很粗浅，就大家要包涵。但是我喜欢那种感觉，比起裸露或者是太多的性意涵，对我而言更美。既然刚刚就是提到你有拍写真的经验嘛，那今天要不要来教我们几招？一些简单的台风系的拖星，请台风系拖星来教我们几招。第一步，脱衣服，你的，你也要吧？天哪，你好瘦哦！对啊，还可以吗？我帮拿衣服。有味道吗？没有，拍卖哦。我每次都在自己的频道，然后拍卖别人的衣服。好啦，你的，我以为你要跟拖星学习，就是要脱衣服。冷死了！粉丝应该会感谢我吧？等一下你就照我做，你要先脱鞋子，我也要脱。对，慢慢脱，我先做。你以为只要做这样吗？没有，通常都要转身，让你扭转之后，侧腹的肌肉对会出现，然后腹肌会看起来比较瘦，就放松，抬起来，好像很自然。看镜头，然后现在实际上在发抖，超冷。好，我们这样拍一张，拍起来是很轻松哎。对啊，你来做吧。那我试一试。放这只脚，放这只脚，曲转。跟粉丝说个话吧，真的比较好啊！你看，还可以顺便要说什么话？夹胸，随意。好冷。然后呢？把手举起来，放在手后面，再展开来。很累，很累，很累，是不是？很累耶！为什么你刚才说那么轻松？因为常练习啊。等下打开，你打不开。而且我肚子好大，打开就不会。这样吗？不行，这样更糟。很好，很好。我肚子呢？很好，肚子 OK， 肚子 OK。有没有凸显腹肌？平常练卷腹的时候就要注意自己的腹肌，大概是怎么样？如果你是拍正面，你会发现驼背的话，你就这样慢慢的卷下来，然后一样表情放松。真的是有专业到哎。好，我们赶快把衣服穿上。把衣服穿上，赶快。再要问的就是，你怎么可以那么专心投入在这一块里面？确实，在一开始选择了一个很安全的环境，就是美术的教室。美术的教室的回馈其实都是很正向的。看见他们的作品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他们那一种观察里面是带有美感的，是有一种称赞，或者是觉得哇哦，就长那样。我以为说哇哦，好大，就是不褒不贬。你想象，现在如果是你的伴侣直接告诉你说，哇，真的是很好看的，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Man power 都出来，直接硬起来。对，我自己这样去走一遭，过程中也有一点点被骂。我是一个男性，已经比较不会被贞操束缚。我的身体至少是有一些肌肉，符合一些主流的文化。在这种状况底下，我的裸露都仍然有压力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，那身体比较不是这种符合主流文化的。比如说最近比较流行的议题，可能是比较肥胖的，或者是可能身体有残缺的人，他们在裸露他们的身体的时候，又会更加有压力。连我都没办法这样站出来做这件事情的话，要怎么去帮助到那一些人？如何体会到他们的感觉是什么？这是后期，我要承认我没有那么高尚，我一开始就只是为了脱而脱。但是后期确实因为念了心理系或者当了心理师，看见各个部分不同的人之后，就会对这个议题想要更深切的去了解，然后就更有同理心的去想要知道他们怎么了，去帮助他们。没错，那真的很高尚，对吧？大家看那些写真的时候，不会听到我这些理念，真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答应你今天要拍摄的原因，因为终于有一个可以讲话的时候，或许可以透过这个影片让更多人看见。好，那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讲的？我觉得我无时无刻都要做这个澄清，无论去校园里面带性别的议题，这些观念都很前卫。但他们都可以被用性解放，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一种罪。那我要跟大家解释，解放的意思是说把一个框架拿掉，可以拥有更大的自由。
那在这个框架里面，你可以找寻自己的位置。所以呢，并不会因为解放之后，异性恋就得变同性恋，不脱的人就得开始脱，那是一种自由。大家都是人，有性欲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，我们跟动物其实没有差这么多。我们需要去对我们身体某一些部分感到更自在。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去对抗外界的眼光，其实你有很多时候是自由的。天啊，今天这一集就是很多人都不敢讲的主题，然后你还可以讲这么正面。对啊，我是心理师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江浩文来拍今天的影片。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宣传？如果要宣传，那大概就是 Twitter 跟 Facebook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出了一点小状况啦。喜欢江浩文的人也可以去他的 Instagram 追踪他、支持他，可以跟他聊一些你内心的想法。希望今天这一支脱星的影片可以让大家对于这个名词有所改观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有自信，能做自己，然后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超冷哎！到底是谁说来这里脱？我们这样好好来讲这个问题：脱星如何有自己的爱？上了镜头很像小狗，为什么？小狗也会突然跑出来。难怪那些大叔想照顾我。拍照的时候就是一个瞬间要撑到位，就像是我们录影的瞬间，当我们一喊咔之后，看好冷，对，好冷，你的手。